在《权力的游戏》中，小手指培提尔·贝里席或许是最不像英雄，也最不像反派的一个人。他从来都不依靠武力，不依靠血统，也不依靠任何的信仰。在这场权力的游戏当中，他靠的是看透人心，然后利用它。他推动战争，制造混乱，挑拨关系，却几乎从不亲自动手。很多人说他聪明、阴险、城府极深，但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去看，小手指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并不是他的精于算计，而是他像极了我们现实当中的某一类人。他们极度渴望被爱，却早已不再相信爱。今天的这一集心理镜头，让我们来试着围绕小手指培提尔·贝里席这个角色，问一个危险的问题：当一个人从未被真正选择过，他会不会把整个人生变成一场权力的游戏？在美剧《权力的游戏》当中，对培提尔的身份背景都没有过多的介绍。剧集一开场，他就是君临城里的财政大臣，同时还是城里最大的妓院的主人。对于国内的观众来说，他看起来就像是传统的国产影视剧作品中那种在大城市同时穿梭于商界和政界的显赫人物。但其实他的出身非常的卑微，也由此我们能够看出小手指的心理起点并不是野心，而是羞辱。培提尔出生在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家族，从小就被送到图利家寄养。名义上他是贵族，实际上他却是一个被容忍着的外人。他可以出现在宴会中，却永远都不是主角。他可以学习成长，却不像其他人那样可以继承庞大的家业和复杂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非常典型也非常隐秘的创伤。虽然我在这里，但我不属于这里。这会让人在内心深处形成一种深层的不安全感。一个人会拼命地证明自己，却又始终觉得自己随时可能会被抛弃。培提尔·贝里席的家族并不是维斯特洛大陆上的本地人，他的曾祖父原来是布拉福斯的雇佣兵，这非常像是艾利亚的舞蹈老师和雇佣兵波隆的结合体。《权力的游戏》当中的社会背景取自于欧洲中世纪，在那样的背景中，雇佣兵是出身非常低下，并且很难找准自己定位的一个群体。他们不像社会中的农夫或是铁匠那样依靠自己的手艺来吃饭，他们更多则是过着在刀口上舔血的日子。这就意味着在和平时期，这个群体缺乏赖以生存的收入，很多会流为强盗或是罪犯。而即便是在战争时期，虽然他们依靠杀人来赚钱，但由于他们参与战斗只是为了挣钱，犯不着豁出自己的性命，所以在战斗中也很少以命相搏。遇到对自己明显不利的场合，多半会拔腿就跑。他们没有忠诚可言，许多大贵族出身的社会中上阶级对雇佣兵大多打心底里瞧不起他们。这一点我们从《权力的游戏》中的波隆身上就能看出一二。而培提尔·贝里席的曾祖父就是这样的雇佣兵，并且他还是个外来的雇佣兵。这位雇佣兵的儿子，也就是培提尔·贝里席的祖父，后来受封成为了一名骑士，算是在维斯特洛大陆站住了脚跟。同时他选择了泰坦巨人的头像作为自己的家徽。在故事中，布拉夫斯港口外就耸立着一座巨大的泰坦巨人雕像。佩提尔的爷爷选择了泰坦巨人，我们能够猜想，在他的潜意识里，
他虽然已经在维斯特洛大陆成为了骑士，但仍然拒绝从心底里彻底融入这个地方。他通过家徽来向维斯特洛的世人展示，我和你们不一样。而他选择了泰坦巨人的头像，而不是完整的泰坦巨人来作为家徽，因为在心理学意义上，躯干和四肢更多的包含有行动、执行、登基等意象，而头部则象征着意识、权威、主导、统治和高高在上、自上而下的俯视。我们能够从这个家徽上看出，小手指的野心或许并不是突如其来，这份野心已经默默地潜藏在他的家族中太久太久了。而到了他的父亲这一辈，虽然已经在维斯特洛大陆上拥有了自己的封地，但这块封地位于五指半岛上，就算是在众多小领主当中，这块封地也是最小的，并且这块土地位于五指半岛当中最小的那根手指上，并且遍布岩石，难以耕作，如同鸡肋一般。而贝里席一家甚至都不愿意在自家的封地上修建一座城堡，哪怕是一座木质城堡都没有。他们只是在那儿象征性地修了一座塔，而这座塔楼连名字都没有。从属于他们家族的平民也都只住在附近一个只有10几户人家的小村庄里。这座小村庄坐落在泥炭沼泽地的旁边，村里的屋子也都是杂乱的石头堆砌的小房子。也因此我们能够相信，剧中的人物都管培提尔·贝里席叫小手指，对于培提尔来说，无疑是在不断地嘲讽他，你只是一个来自毫不起眼的小地方的外人。而这份创伤在凯特琳的身上被彻底激活了。培提尔的父亲在9铜板王之战中与图利家族的霍斯特图利相识，进而成为了朋友。借着这个机会，父亲从小就把小培提尔送到了图利家族当养子。也就是在这段童年时期，培提尔认识了凯特琳和莱莎两姐妹，而凯特琳·图利就是小手指一生中最重要的情感对象，也是最深刻的情感创伤。而培提尔就这样在成长过程中渐渐地爱上了凯特琳。但凯特琳作为图利家族的长女，图利家族又掌管着连接北境和南方的重要领地，毫无疑问，她的家族一定会为她寻找一门门当户对的婚姻。事实也是如此，凯特琳被许配给了北境的史塔克家族，而从小就代替母亲掌管着奔流城事务的凯特琳自己心里也十分清楚这门婚事对于自己家族的重要性，更何况她自己在情感上也从来都没有爱上过培提尔。培提尔爱她，但她从未真正选择过他。甚至在那场为爱而展开的决斗中，当他被布兰登·史塔克重创的时候，凯特琳也只是说，他只是个傻孩子，我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他若是死了，我会很难过。对培提尔来说，那不仅是身体上的失败，更是一种公开的羞辱性的否定。要知道，陪伴他一生的小手指这个绰号也是凯特琳给他起的。是的，凯特琳瞧不上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这不是简单的失恋，而是一次人格层面的崩塌。明明几个孩子从小就一起长大，明明大家一起玩耍，明明自己也曾经如同英雄一般从浓浓的迷雾当中解救过姐妹两人，但自己想得到的却永远都不可能得到。而这在小培提尔的心中种下了一个深刻的信念：我得不到我想要的，因为我来自一个不起眼的小家族，来自一个可有可无的小地方。我一定要出人头地，成为人上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所有我想要的东西。
从那一刻起，小手指开始走上一条路，他开始寻找一切机会向社会上层攀爬。而在这个过程中，他既没有来自家族的支持，也不像那些战士那样拥有强健的体魄，他唯一拥有的就只有一个还算聪明的脑袋，以及因为童年的情感创伤而给他带来的对真实情感的逃避，甚至是他开始学会反过来利用和操纵人们的情感。他深刻地知道每一个人都渴望在感情上被接纳，为此人们愿意付出一切，因为他自己曾经就是那样的人。在这里，我们必须引入荣格心理学中一个非常关键的概念——阿尼玛。荣格早年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认为人的心灵也是阴阳相伴的。男人人格中包含有女性的部分，而女人的人格中也包含有男性的部分，而阿尼玛就是男性内心深处内在的女性原型。它关乎的是情感、亲密、柔软以及人与人之间的连接，但小手指的阿尼玛是严重扭曲的。在童年时期，他或许是真的对凯特琳产生了懵懂的爱情，但在那之后，他所有的情感就不再是爱一个真实的女性，而是在不断追逐一个童年时的幻想。如果当年他选择了我，凯特琳成了他一切情感的原型，也是他人格当中的阿尼玛的原型，愿意包容和接纳他这个出身卑微、来自被人遗忘的小地方，又没有家族依托的人。当一个人的阿尼玛无法被自我内化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会把这个原型外化，在他周围的外部世界里不断投射、操控、占有。培提尔追寻着一个能够完全接纳他的女性原型，也因此他在君临城里拥有一个女性聚集的地方。而培提尔自己来自小家族，几乎毫无身份可言。他为了能够掌控一切，所以聚拢在他周围的女性必须是出身比他更为低下的群体。于是他成为了妓院的老板，那里汇聚了大量出身卑微、容易操控的女性，并且那里只有交易而没有真实的情感。也许你会问，那他就专心地经营他在君临城里的商业就好，可为什么他会那么热衷于制造混乱？很显然，这是因为这些仍然无法填补他童年时经历的各种创伤，他的内心仍然是空洞的，并没有被真实的情感所填满，而这会导致他将内心的这份空洞外化。他不断渴望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而这样一来，伴随着他对自己卑微出身的抵触，会造成更大的欲望和野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因此培提尔不会再将自己投入到一段真实的感情当中去，因为如果他再一次被拒绝，对他来说又是一次致命的伤害。为了不再受到这样的伤害，他从此远离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为了不再在这样的亲密关系里身处被动，他开始选择主动操控这些关系。因为只有操控一切，才会给他带来唯一的安全感。从这一点上来说，小手指培提尔贝里席的身上与瑟西有着非常相似的部分。而当他感受到一段关系可能无法再被自己随心所欲地操控的时候，他就会第一时间逃离。当他感受到自己无法再进一步操控瑟西和兰尼斯特家族的时候，他选择了逃跑，一如他当年从河间地离开一样。当年的他是一个被命运决定了的人，是一个不被选择的人，是一个被河间地和北境两大家族的联盟欲望碾压的人。而现在的他要让别人依赖于他，要让别人渴求他，他要变成那个能够主动掌控选择权的人。
这被称为创伤的反转。而他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反转，正是因为他自己在童年时期亲眼看到，在情感中站在主动地位的人会轻易地得到一切，而在被动地位上的人会痛失所有自己珍惜的东西。所以他开始让别人相爱、相恨、相杀。他利用了莱莎对他的情感，秘密害死了古蒂领主，又让莱莎写信给凯特琳，将这一切嫁祸给兰尼斯特家族，进而又利用劳勃国王和奈德的关系，一举铲除了他们两个。他不进入关系，只操纵关系，他永远都站在情感这局棋的棋盘之外，而情感和陷入情感的人都会变成他的工具。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杀死莱莎，因为在那一刻他认为自己已经取得了对珊莎的控制，莱莎对他来说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再有利用价值的工具，甚至莱莎还会成为阻挡在他与珊莎之间的绊脚石。小手指看似永远在赢，但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以为所有人都会像他一样，渴望在关系里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但只可惜珊莎不是。珊莎经历了痛苦、羞辱以及其他人可能永远都无法想象的创伤，但最终她却没有选择要去操控这个世界。在珊莎的成长之路上，始终伴随着她的都是看清一切真相。她看清了乔弗里，看清了小恶魔，看清了猎狗桑铎，看清了因朝城年幼的小领主，也看清了拉姆斯波顿。不但如此，他还帮助席恩·格雷乔伊和琼恩·雪诺看清了自己。我知道你会说，珊莎之所以看清了小手指，那是因为布兰用他的能力看到了事实，但那也是一种意义非凡的象征，因为布兰的能力正是看清一切，而同时布兰也是珊莎最亲密的家人。珊莎与培提尔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珊莎没有拒绝真正的亲密关系，她在最后一刻选择了信任与自己最亲密的家人。为了收复林东城，珊莎陪着琼恩·雪诺一起见了熊岛的小熊女，又一起去邀请自由民的加入，在战胜了拉姆斯波顿之后，又在一起号召全北境的大小家族团结起来对抗夜王。他在布雷尼的身上看到了女性可以像男人一样强大，在小熊女的身上看到了信守誓言和团结一致，甚至他还亲口说出自己从瑟西的身上学到了许多。在这个过程中，珊莎亲眼见证了在相互信任的良好的关系里，人们能够爆发出多么大的力量和希望，也摆正了自己在每一段关系里的位置，从而加速了自己的成长。而这恰恰就是游离在关系之外的培提尔所欠缺的东西。当珊莎不再是那个需要被引导的女孩，而是能够直视他人的时候，小手指一手策划和搭建起来的世界瞬间就崩塌了，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在逃避真实的亲密关系。他陷入了自己一手创造的虚假的关系世界太久了，以至于他自己也迷失在了里面。小手指的一生可以浓缩成一句话：我不相信爱，但我渴望被爱。击败他的不是权力，而是他无法真正的进入一段关系。而如果你被这个角色所吸引，或许是因为你的内心深处也存在着某些和这个角色相似的东西，但你并不需要害怕这些，因为渴望被别人接纳，渴望被别人所爱，这是我们的本能。而真正需要我们感到警觉的是，我们是否在用操控周围的一切来代替一份真实的情感，在用互相算计来代替信任，在用我不需要任何人来掩饰自己内心的空缺和孤独。
这一集心理镜头并不是为了审判小手指，而是邀请你问自己一个问题：当你渴望被接纳时，你是在靠近别人，还是在远离他们？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内容，请你为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如果你也是在 B 站上观看我的内容，请你为我一键三连。你的支持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是我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大的动力。让我们下次再见。Sansa. Lady Brienne. When I heard you'd escaped Winterfell, I feared the worst. You have no idea how happy I am to see you unharmed. Unharmed?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I rode north with the Knights of the Vale to come to your aid. They're encamped at Moat Cailin as we speak. To come to my aid. Did you know about Ramsay? If you didn't know, you're an idiot. If you did know, you're my enemy. Would you like to hear about our wedding night? He never hurt my face. He needed my face, the face of Ned Stark's daughter. But the rest of me, he did what he liked with the rest of me, as long as I could still give him an heir. What do you think he did? I can't begin to contemplate What do you think he did to me? Lady Sansa asked you a question. He beat you. Yes, he enjoyed that. What else do you think he did? Sansa, I don't... What else? Did he cut you? Maybe you did know about Ramsay all along. I didn't know. I thought we knew everyone's secrets. I made a mistake. A horrible mistake. I underestimated a stranger. The other things he did, ladies aren't supposed to talk about those things, but I imagine brothel keepers talk about them all the time. I can still feel it. I don't mean in my tender heart, it still pains me so. I can still feel what he did in my body, standing here right now. I'm so sorry. You said you would protect me. And I will. You must believe me when I tell you that I will. I don't believe you anymore. I don't need you anymore. You can't protect me. You won't even be able to protect yourself if I tell Brienne to cut you down. Why shouldn't I? If you want me to beg for my life, if that's what you want, I will. Whatever you ask that is in my power, I will do. What if I want you to die here and now? Then I will die. You freed me from the monsters who murdered my family. And you gave me to other monsters who murdered my family. Go back to Moat Cailin. My brother and I will take back the North on our own. I never want to see you again. I would do anything to undo what's been done to you.